怎么样？你看他的拳头。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啊，不客气。这么快就回来了？是，我直接带了2个痕迹兄弟跟我一起去的。我们在兰雅的办公位提取了些相应物证，已经拿去确认了。还是联系不上本人？还是联系不上。这个兰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同事说他性格内向，平时比较安静一些，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除了上班，他跟同事的交集很少。然后他的父母亲人也都在外地，他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性格孤僻。对。哦，他的工作也跟昆虫有关。有男朋友了吗？我们问过他的同事这个问题，他的同事说没见过他有什么男朋友，也没见过有什么男生来单位里接送他。哦，不过。 我把他们单位的监控视频都要来了，可以看看他在单位期间都接触过哪些单位以外的人。家庭住址有了吗？有了，不过他年假是15天，已经快结束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也只有上班的时候才有交集，休假了就互相不联系的。可能兰雅还在休假期间，他就是不想让单位或者外人找到他，这也很正常，我们可以等一等。 不等了，向局里申请搜查令吧。大不了等他完好无损的回来，我当面去向他道歉。好的，我知道了。最好你休假结束就能出现，我宁愿去向你道歉。 拜托，队长，哎，你有病啊！尸检报告，出点声不行吗？是。怎么放弃这个了？罗摩王子，今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的尸体，就是他。皮林瓦。皮林瓦死了。死了。 尸体检查报告显示，死者全身无任何外力伤痕，内脏完好。吸引毒品注射过量，导致心脏骤停而死。死亡时间今天凌晨12点到2点左右。天哪，怎么会这样？当初我那么喜欢他，这才多长时间？怎么就这样了？是啊，好像突然就被爆出吸毒了。他在剧场服装间里注射毒品的那张照片，
还是当时各种媒体娱乐版的头条呢？男生也这么八卦吗？赶紧说正事儿了。你们在现场有找到针头吗？没有找到。没有。是，我跟痕迹的兄弟们确认过了，现场除了他贴身口袋里发现的那些即时贴，目前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物证。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一次性注射这么大的剂量，从注射到死亡不超过3分钟，现场怎么可能找不到注射器？除非是别人注射的，注射器被那个人给带走了。你还真靠谱啊！越来越靠谱嘞。说得对，怪不得他手里会攥着个袖扣。怎么了？笑起来没完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组织人员重新进现场去找一找线索啊？啊？是。啊，卡，跟我搜去。好，走。哎，先去调警犬。是。是。说，找到了。在这里，真棒啊！从皮林瓦死的地方到这里，也就是15、16米左右。如果是自己注射的话，针管应该就在身边，怎么会把针管放在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埋起来？如果是别人注射的，又干嘛不把针管带走，而是埋在离死者这么近的地方？你确定死者注射用的就是这根针管吗？那倒是不确定。那就先别嘚瑟了，啊，继续搜，继续。是。嗨，嗨，你脸色不太好，是没休息好吗？我每晚都休息不好，颈椎问题，一直找不到舒服的睡姿。那你有试过中医按摩吗？没有。所以嘛，你可以试一下，虽然不能根治，但是可以缓解。你的那个天呢？哦，他去学校报到了，明明是来留学的，可是来了快1个月了才去报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哦，我在受害者的小肠里面找到一部分蛆虫，我刚把它们安置好。谢天谢地，有了它们，我们最终的结论肯定会更准确、更可靠。没那么容易，你要知道，蝇类到达过火尸体的时间和普通尸体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干燥的环境中，蝇类到达烧伤尸体的时间要比未烧伤的尸体提早1天。在潮湿的环境中，应该提早个4天吧。
那具尸体已经高度的碳化，要确切的知道死亡的时间，还得考虑到现场环境的温度、湿度等，进行模拟，然后一遍又一遍的进行培育才行。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肯定比我们现场采集的样本要更直接、更可靠。那倒是。加油，我相信你可以的。第12天加油，第13天又加油。从字体上来看，这一看就是女生写给平林瓦的呀。是啊，不然不会这么当宝贝似的贴身保存。你看他浑身上下连一张纸币都没有，可是呢，身上却揣了这么多的即时贴。流浪汉还要什么纸币？有纸币就不流浪了。所以说这些比纸币还珍贵吗？这些字条像是在鼓励着皮林瓦坚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们看，还叫他罗摩王子呢，搞不好是个女粉丝呢。我觉得肯定不是简单的女粉丝，不然皮林瓦也不会这么珍视这些即时贴了。车轱辘话来回说啊，说正题吧。自杀还是他杀？他杀，但是他死的这个姿势确实不像他杀，更像是有仪式感的自杀。现场确实也没有除他之外的人出入的痕迹，并且根据尸检报告和他老师的介绍，他有吸毒史。吸毒者吸毒过量死亡，这也很常见。但问题是，他如果是自杀，针管不应该就在旁边吗？干嘛还要跑个10来米再埋起来，对吧？还有一个重点，从他到针管被发现的地点之间，并没有发现他的脚印。何况，他手里还攥着一个袖扣，死的时候攥得死死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死前在努力地保存线索。当然，如果说是他杀的话，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现场，现场并没有挣扎打斗的痕迹。第二点，从验尸报告上看，针孔也是在胳膊上正常静脉注射的位置。难道他就乖乖地接受凶手的注射吗？其次，凶手为什么要把针管埋在现场附近，而不是带走？对吗？目前物证部门还不能确定就是这根针管注射的皮林瓦，还在检测。是啊，但如果不是这个针管注射的，那就更说明是他杀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杀他的那个针管已经被凶手带走了。OK， 如果是他杀的话，现场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单从现场已有的物证来看，死者首先应该有一个女关联人，就是一直写这些即时贴送给他的。其次，可能还有一个男关联人。这个男关联人就是这个袖扣的主人。当然，这个袖扣也有可能是皮林瓦自己的，可能对他有什么特殊意义，所以一直保存着。作为曾经的恐惧大咖，有过这样的袖扣也并不奇怪。喂，你好。哦，好，马上。好，再见。警长，物证那边让咱们过去一趟。现在吗？对。卡。怎么样？这些都是德从蓝雅单位带回来的监控视频。从视频内容看，蓝雅在单位的工作相对规律，也很单调。
接触的基本都是同单位的同事，看不出他与哪个同事关系更加亲密，尤其是那些男同事。不过，我们在兰雅办公室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这个。这个男人在这个位置出现过好几次了，我们把视频处理了一下。警长，皮林瓦，就是他。他怎么会和兰雅扯上了关系？我去，这可是大事。难道是皮林瓦杀了兰雅？不应该啊。那皮林瓦也杀了素潘和宗拉维蒙吗？还是只杀了兰雅？还有别的凶手吗？那他为什么要杀兰雅？难道是他杀了兰雅之后良心不安，畏罪自杀吗？哎，你到底是记者还是警察？当然是警察。那就别光提问，赶紧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去啊！我教你个简单的，你先去问问伦威，在皮林瓦身上到底有没有纹身，或者看看皮林瓦右脚有没有小脚趾。我这就去。哎，回来，光干这事陪你了。卡，这事你去办。同时开始排查全市范围内的各类监控，看看皮林瓦都在哪里出现过，都接触过什么人。是。还有，你去物证催一下针管的检测结果。好。一定要封锁消息，不能让媒体知道。明白。对啊，你跟我走，咱俩一起出去摸一摸皮林瓦的社会关系。死了？不会吧？他还那么年轻，怎么会这样啊？才1年多没见，怎么就死了呢？还死得这么凄惨。在你的印象中，他之前有没有什么仇人，或者得罪过什么人吗？一台罗摩衍那，只有罗摩王子和他妻子西多是演员本人露脸的。其他演员都只能戴着面具。你说演罗摩王子的皮灵瓦得罪的人能少吗？不过要说仇人，那肯定就是他当时的琴师和他的婢爵了。这2个人是叔侄，因为无法撼动毗陵瓦 A 爵的地位，就合谋陷害了他。
玲娃事后反应过来，非常难过，觉得自己玷污了恐惧，玷污了罗摩系，玷污了罗摩王子，他就积极戒毒。可是那对叔侄并没有放过他，那个侄子继续诱惑毗陵娃吸毒。罗摩王子，大家稍等一下，我们演员还在休息。不等了，我们去找他。走，跟我走。去见你的毗陵娃哥哥。你们都知道，恐惧表演动作复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舞步都非常严格。演员需要从6、7岁就开始学习，到17、18岁才能登台表演。而毗陵娃是难得的天赋型演员，有难得的刻苦。我带过那么多学生，他是唯一的一个。可是吸毒是犯法的，剧院肯定不可能再留他。事出之后，毗陵娃更觉得没脸见人了。那他离开剧院之后，你们之间还有联系吗？他根本不希望我们找到他。那剧院呢？有他家的地址吗？他哪里还有什么家呀？我听说，他早就倾家荡产，只能露宿街头了。对了，他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呀？目前还无法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他真的是自杀，我并不意外会这样。这孩子少年成名，突然遭受这种打击。那您知不知道那对叔侄现在在哪儿？那叔侄被抓起来了，他们还被判了刑，真是恶有恶报。那他们放出来了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确认一下。好。据您了解，毗陵娃有交往的女朋友吗？他全部心思都在恐惧上，每天到剧院练功，从早到晚风雨无阻，从不懈怠。他哪里有时间去交女朋友啊？您觉得毗陵娃会杀人吗？他杀人？不可能吧？王八蛋！这小子在搞什么名堂？他居然敢监视警察！要把警长叫回来吗？再等等，别的活都放下，把收集的视频全都看完，看看还能查到什么。是。认识这个人吗？都别装了啊！我都打听完了，他一直住在这儿。看清楚，我是警察。你们要是知情不报，我让人把你们轰走了不说，还会把你们全都抓进去。是，他一直跟我们住在这儿。不过昨天就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现在都没回来。他以前这样吗？白天我们都是各自出去，但晚上都会回来的。我们倒是不需要家，只不过是这里待习惯了。你们知道他是大明星吧？知道，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大明星。前2天还有人来找过他，还有女粉丝给他送饭。
大明星又怎么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睡桥洞？人家是和你一样一起睡了桥洞，但你没有当过大明星啊。等一下，等一下，一个一个说，慢慢说。你先说，前2天谁来找过他？一个男的，不认识，拿着画像来的。不过不是来找我们。在南区，我是听他们议论的。拿画像？画像就是画出来的那种。什么样的男的？据说是一个年轻人，大概30来岁。说是还很帅气呢。还有那个女粉丝给他送饭，怎么回事？一个年轻姑娘，长得特别好看，几乎每天都会来给他送晚饭。每天风雨不误。他爱上她啦！对，我想起来了，他还给他写了首诗呢。这是他在废纸上写的诗，请看。记一下。这些你们见过吗？见过，这些都是那位姑娘贴在送饭的饭盒上的，对吧？每次来送饭，饭盒上都贴一张。居然已经这么多了，这些怎么会在你手里啊？他到底怎么了？他没怎么。哦，那姑娘，你们刚刚说的那个送饭的姑娘，是她吗？哎，是的，对，是的，没错，就是他。金玲，你见过这个袖扣吗？为什么问我这个？你是说，是马里奥的？是吗？好像是见过。你确定？不敢完全确定，但是应该见他穿过有类似袖扣的衬衫。怎么了？这根袖扣是今天早上在这位死者手里发现的。这种袖扣不可能只生产那么一个吧？这种衬衫也不可能只生产马里奥那一件吧？那你看看这个，把文件打开。怎么会这样？所以我才想要问你。问我？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啊。你认识死者吗？见过吗？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开下一个。怎么会这样？所以我才会叫你过来的。警长，兰雅回不来了。什么意思？从兰雅办公室提取的物证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
3号尸体就是来由。警长，人带过来了，给我带到询问室。啊，这合适吗？知道了。今天真不好意思啊，让你坐那儿，我坐这。要不咱俩换一下？不行啊，我兄弟看着呢。昨天晚上你跑到哪去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啊？对不起啊，今天听经理说你们要重新检查3号尸体，我昨晚在家吃了安眠药，睡着了。吃安眠药了？怎么了？休息不好？我一直都休息不好。我还以为你得罪谁了，心理压力大。别闹了，是颈椎问题。再说了，要得罪，那是别人得罪我吧？那你说说，有什么人得罪过你？那些小事就别提了。我们有话直说吧。你们不是还在等着我的实验报告吗？什么情况？这袖扣和我衬衫上面的袖扣长得很像。你丢过这样一颗袖扣吗？嗯，丢了几天了。本来想再去配一颗的，可是没有时间。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确定就是我的那一颗吗？那件衬衫还在吗？在家，随时可以去拿。这个袖扣是在一个死人的手里找到的。死人？谁啊？给他看一下。
你的胸怀比我以为的还要宽阔，都拿刀逼你了，你还觉得无所谓？一个流浪汉而已，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报了警又怎么样？把他关起来几天，再把他放了，这不是浪费警力吗？等一下，你是说他死了？死了。我明白了，你们怀疑是我杀的。是。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进来，挺奇妙的一个地方，可以让平时正常的人突然变了一个人。有我杀他的证据吗？如果有证据的话，就不用审你了呀。多麻烦啊！所以你们就凭死人手里的一个袖扣，一个正好跟我衬衫袖扣长得一样的袖扣。当然不只是一个袖扣，我们调查过了。你呢，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无所谓，不跟他一般见识。你可是昨天白天专门拿了画像去找过人家的。一个人跟我起了争执，而且是动了刀的那种争执，我总该了解一下他是谁，为什么这样对我。那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啊？他是谁？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不清楚。本来想今天去找他问个明白，但是时间排不开，就没去。唉，你看，你和他起了冲突，还是动刀子的冲突，然后那个人就死了。死的时候呢，手里还拿着一颗袖扣，和你衬衫上的一样的袖扣。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你说的都没有错，但是我也确实没有杀他，因为我没有理由杀他。警长，我就知道你这个时间该饿了。什么？谢谢啊。谢谢。哦。又有什么忘了说啊？其实也没有忘记说什么，我就是刚想起来，伦威跟我说，毗邻瓦的身上并没有长喙天鹅的纹身，右脚上的小脚趾也是有的。我要是不问的话，就不准备告诉我了呗。不是警长，我也是刚接到伦威的电话，我心里就光想着你饿了，该给你订汉堡了，是吧？那也不能说明毗邻瓦他就没有杀兰雅吧？毗邻瓦为什么要杀兰雅？从那些流浪汉的介绍来看，毗邻瓦肯定是非常非常深爱着兰雅的。
他在那些硬纸壳上写的台词和诗歌，还有毗陵瓦贴身收藏的兰雅之前给他写的那些纸条，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兰雅不喜欢他呀。不喜欢他，不喜欢他，为什么还天天给他送晚饭啊？还写那些那么暧昧的字条？同情呗，同情又不是爱。他有可能以前爱过，但他爱的是罗摩王子，不是流浪汉。这就对了。这句话你倒是学会了啊。如果是情杀的话，有可能是这样的：毗陵瓦还当自己是罗摩王子，但是兰雅却已经不爱他了。毗陵瓦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点，他还想着控制兰雅，然后就开始跟踪兰雅，还总是去骚扰兰雅。兰雅不从，他就由爱生恨。吸毒的人一般都容易情绪失控，在冲动之下，毗陵瓦就残忍地杀害了兰雅。这样的推断似乎也是成立的，是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他就虐待兰雅嘛，还放火烧死了他。警长，如果毒瘾上来了，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OK， 假如是毗陵瓦杀了兰雅，那他为什么又要自杀呢？可能是杀了兰雅之后反应过来了，就畏罪自杀了。那他为什么要跟踪精灵呢？也想追求精灵呗？不，这个实在是有点不沾边。当然也可以假设，毗陵瓦他是自杀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兰雅不喜欢他，拒绝了他，他伤心欲绝而自杀。但这样同样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跟踪精灵，也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跟踪马里奥，为什么和马里奥起了冲突。现场，他的身边也确实没有留下注射毒品的注射器，并且他一个流浪汉，哪有那么多钱一下子购买这么多的毒品呢？是啊，而且毗陵瓦他已经戒毒有一阵子了，怎么突然又复吸了呢？怎么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毗陵瓦戒毒有一段时间了。我听那几个流浪汉说的，他们告诉我，说毗陵瓦一直在坚持戒毒。那些写着第几天第几天的即时贴，就是兰雅写的鼓励他的话，让他坚持下去。你再想想，还有哪些你忘了说？没了。如果毗陵瓦和兰雅感情到了这种程度，我是不太相信毗陵瓦会去杀了兰雅，更不相信会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是啊，就算是毗陵瓦杀了兰雅，他为什么要杀宗拉维蒙和素潘呢？从作案时间看，1年多前，毗陵瓦可还是恐惧大明星呢。而要从第一具焦尸开始计算的话，15年前，毗陵瓦还只是个7、8岁的孩子。如果说毗陵瓦他其实只杀了兰雅一个人，却同样用了这种虐待加焚烧的方式，那也实在是太巧了。喂，你好。好的。
好的，我知道了。警长，那个针管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没有马里奥的指纹和生物信息，只有皮林瓦的。从证据上来看，应该是皮林瓦注射毒品所用的针管。哦，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检测出来，发现针管上有相当量的蚂蚁信息素。蚂蚁信息素？是的。看来景天的课是又上不了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警长，那马里奥是不是可以放了？焦尸案那儿还在等着他的实验结果呢。而且咱们就这样把他关起来，他们长官肯定给咱们长官打电话，大家面子上都不太好看啊。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哎，怎么了？你们看，这有个蚂蚁窝。我谢谢你啊，我也知道这蚂蚁窝，不是你这转了老半天，你就看到一个蚂蚁窝啊？有蚂蚁信息素，自然有蚂蚁；有蚂蚁，自然有蚂蚁窝。这个我也懂啊。对，那这个蚂蚁洞和别的蚂蚁洞有什么区别啊？ 有什么区别啊？对啊，有什么区别啊？我问你啊，你懂你还问我？哎，对不起。这是一个弓背蚁的蚂蚁窝，通常一个蚂蚁窝里大概会有8000只左右的蚂蚁，但这个蚂蚁窝目测数量应该还不到一半。等等，你连蚂蚁都能数得过来啊？你先听他说。那些蚂蚁，那么大数量的蚂蚁都跑哪儿去了呢？ 你们跟我来。你们看这里，还有这儿，还有这儿，
这一片全部都是蚂蚁的尸体，这些蚂蚁的数量加起来总和应该怎么也有小几千只了。弓背蚁是一种战斗性很强的蚂蚁，那是什么原因能够一次性消灭这么多的弓背蚁？那换句话来说，这些弓背蚁是怎么死的？是啊，怎么死的？累死的。累死的？没错，就是累死的。你们看这些蚂蚁的尸体分布上有什么规律？蹲着看反倒看不清楚，站起来，从那儿到那。这些死亡的蚂蚁是不是都是冲着同一个方向，分布成了一个圆形？而这个圆形的核心呢，就是那儿。尸体发现的地方。对，正是毗邻瓦尸体被发现的地方，距离这里差不多有15米左右。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圆圈再往下走。你们看，针管被发现的位置就是在以尸体发现点为圆心、半径15米左右的圆圈上。所以呢？所以我先问你个问题：针管被发现的时候埋得有多深啊？2厘米左右。那就对了。怎么又对了？啊？怎么就对了？我怀疑毗邻瓦不是他杀，而是自杀的。自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圈叫做蚂蚁怪圈。在侦破吉拉语的案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蚂蚁是靠同伴的信息素来行进的，所以蚂蚁每次出门都是成群结队，共同进退，原路来去的。可一旦这些信息素出现头尾相连的情况，那蚂蚁就会自己走成一个圈，这个圈就叫做蚂蚁怪圈。在自然界，这种现象很少见，但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你说人为干预？对，比如用死蚂蚁或者人为改变蚂蚁路线等办法。你是说有人想办法让现场发现的那些蚂蚁走成了蚂蚁怪圈？没错。那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才是关键所在。要知道，蚂蚁一旦走成蚂蚁怪圈，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除非累死，不然不会停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那些蚂蚁是累死的。对。再回到卡的问题上，有人设法让这么多蚂蚁在以尸体发现的中心点为圆心，半径15米外，以这样的圆圈沿着同一方向不停地走，不停地走，直到累死。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卡是在问你啊。考虑到在现场发现的那根注射针管正好就在这个怪圈上，并且土埋的又很浅，而且从这根针管上又找到了现场蚂蚁的信息素，所以我高度怀疑，这个人搞这样一个蚂蚁怪圈，就是为了埋这根针管。想想看啊，虽然一只弓背蚁的重量很轻，但数千只弓背蚁不停的、不懈的转着圈，而且每一只弓背蚁都会踩到这根针管。那这样不停的踩、不懈的踩，直到累死。那我觉得将这根针管踩到土里，应该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这么神奇？没错，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可是你说的这些跟毗邻瓦他是自杀还是他杀有什么关系呢？好问题。我明白了。如果毗邻瓦是他杀，是被凶手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而死的话，那凶手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针管带走销毁？如果凶手是想把它埋在现场，那么他又是为什么非要大半夜的去捅蚂蚁窝呢？还费劲的鼓捣了一个蚂蚁怪圈，然后再把针管刻意的埋在10多米开外，并且只埋2厘米左右呢？但如果毗邻瓦是自杀的话，这一切就好解释了。
他在给自己注射毒品前，先利用现场的蚂蚁窝，事先制造了一个蚂蚁怪圈，然后给自己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他在死前3分钟的时间里，把注射器弄上蚂蚁的信息素，再丢到蚂蚁怪圈的圆圈上，然后那些不知疲倦的蚂蚁们，自然会把针管踩到土里去了。就这么容易就能制造一个蚂蚁怪圈吗？差不多，提前抓一些蚂蚁捏死，然后将信息素留在一个闭合的圆形的轨迹上，然后去骚扰蚂蚁窝。大量工蚁涌出后，就会寻找信息素。只要有几只蚂蚁走成了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蚂蚁沿着同一方向走成圆的。那为什么以15米左右为半径呢？应该是皮灵瓦用尽全力将注射针管扔出去的距离。可以试试扔一个空针管能够扔多远。没错，应该可以试试。那么问题来了，皮灵瓦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去制造这么一个蚂蚁怪圈呢？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制造他杀假象，让别人觉得他是被谋杀的。那么，制造他杀假象又是为了什么？很简单，为了让我们看他手里的那颗袖扣。马里奥的那颗袖扣，应该是。那又是为什么？总之，现在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皮灵瓦是自杀的，对吧？可以确定了。那马里奥是不是可以放了？长官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看，直接打给你了吧？这个电话。Hello。哎，皮灵瓦怎么就会想到用蚂蚁怪圈来制造他杀现场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厅长，手续已经办完了。进来。换单间了。单间有什么稀罕的？比起外面那热热闹闹大开间，这里就像个笼子一样。待久了，没准我也快瞎了笼了吧？那你干嘛把我约到这个笼子里呢？怎么了？神神秘秘的。你说兰雅的死亡时间16天。根据基地吉丁虫虫卵的形态来看，应该是6天。你光看虫卵的形状，就能看得出来是6天。这有什么的？看得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哎，就像你们当警察的，看的坏人多了，肯定抓坏人就更有感觉。你这么肯定死亡时间是6天啊？你什么情况啊？当然是估计啊，只不过呢，我对我的估计很有信心而已。哎，对了，金陵不是已经拿回实验室做培养和比对了吗？你可以等等他的结果。我找你就是为了这事儿。坐。怎么了？精灵他们的报告显示，死亡时间是7天。倒也差不多，差很多啊！你应该知道，死亡时间差1天，那可不是小事儿。有多少人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我当然知道。那我就想再问你一次，
你是同意金陵他们的报告，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你觉得这其实都差不多？我当然是相信科学。对于我们这种搞专业的人来说，实验的结果才是结果。那就是你估计错了。不是，你把我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我当着你的面承认我错了？那你承认你错了吗？不是，你到底什么情况啊？你不光神神秘秘的，你还奇奇怪怪的。我在局里调了法医昆虫学实验室的值班报告。如果死亡的时间是6天，如果是6天，马里奥就有作案的时间。但如果是7天，马里奥就没有，因为当天他在值夜班，还有监控的记录。所以你还是在怀疑马里奥？恰恰相反，所以我才……对不起啊，所以我才想当面听你说，你估计错了。我坦率地说，这个法医昆虫学实验室在国内还是数1数2的，而且像你说的，这个实验报告是反复的、严谨的科学实验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看一看、估计估计。你说的对。那就好。对不起。但如果你要我说心里话的话，我依然还是会坚定地认为是6天，因为我相信我的感觉。所以你是在怀疑金陵的专业性、严谨性，还有他的敬业精神了。谭景天，马里奥他只是喜欢金陵，他并没有……如果你非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们也没必要做朋友。景天，但我还是那句话，根据基地吉丁虫虫卵的形态来看，应该就是6天。我不管嫌疑人是谁。怎么了？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就是皮林瓦的 B 群，当初用毒品陷害他的人。没错，是他。他不是被关起来了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对吧？警长，你又不是第1天当警察了，这都不懂。这话说的，你倒成了老警察了。怎么抓到的？缉毒队的兄弟们送过来的。皮林瓦的毒品就是他提供的。当初你用一张海洛因，害得皮林瓦身败名裂，现在你又用一张海洛因，要了他的命。你是有多恨他？恨，这个我倒不否认，我就是恨他，我恨死他了。所以你就杀了他？我没有。那天晚上，他抢了我的海洛因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直到你们抓了我，
我才知道他死了。骗鬼呢！一针海洛因那么值钱，你会让人就这么抢走？就算真的被抢走了，你也一样可以把它再抢回来。你会就这么放过他？你是没看到，那天晚上，他就是个疯子，是疯子，他疯了。不会少你的。走了。别动！不叫一声，别逼我！别逼我！
贩，他一个流浪汉，就算找到你们，他难道还有能力从你们手里抢走毒品吗？我怎么知道啊？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找那天晚上我那个上线作证啊，他也被你们抓了呀。再说了，我之前就知道他在坚持戒毒，现在又复吸了，我得配合他呀。我可舍不得杀死他，身败名裂，流落街头，成为被唾弃的流浪汉，这才是他最好的结局。毗陵瓦是成了一个流浪汉，那你呢？你不也从一个恐惧演员变成了一个瘾君子，一个毒贩，一个罪犯？从此以后，你也只能在监牢里度过余生，你的人生也毁了。你真是害人害己，你知道吗？那我也乐意。我和他一起住好，我的条件你们也看到了，我哪一点比他差？我每天练功比他早起1个小时，晚回来1个小时，我每天拼命讨好所有的人，可是我一次登台的机会都没有。10年了，10年了，一次机会都没有，都是因为他，我就是要毁了他，就是要毁了他。那你就进监狱吧。你忘了，我已经出去过1次了。王八蛋！你给我听好了，只要我们俩还在，你这种人渣就别想再出来了，我发誓。我有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就是毗陵瓦怎么就会想到用蚂蚁怪圈这个方法来制造他杀现场的？今天，我敢跟你打赌，就算你天天学习，天天都看见蚂蚁窝，也未必能想到这种方法呀。不用赌，我也想不到，对吧？罗摩衍那的作者是已至仙人，已至就是蚂蚁洞口的土堆。懂了。现场有蚂蚁洞，制造蚂蚁怪圈的蚂蚁应该就是那些洞里的。那就是了，一定是罗摩王子看到了那个蚂蚁洞，已至仙人附体，福至心灵，想到了用蚂蚁帮他召唤你们这些哈奴曼呐。罗摩王子请哈奴曼，是为了救妻子西多。那毗陵瓦召唤我们是为了救谁啊？那就要看毗陵瓦制造这个他杀现场是为了指向谁了。说来说去，不就还是为了指向马里奥吗？之前监控里，毗陵瓦在停车场袭击马里奥，然后呢，又不惜通过自杀来制造一个他杀现场。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怀疑马里奥，再加上目前兰雅是毗陵瓦和马里奥唯一共同的联系人，由此可以推断，毗陵瓦一定认为是马里奥杀了兰雅，所以他才会这么做的。可如果毗陵瓦已经发现是马里奥杀了兰雅，那他完全可以拿着证据报警来找我们呀，为什么要用自杀这种惨烈的方法？那就是他手里还没有证据，或者是他其实已经报过警了，但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而且从他跟踪过精灵的情况来看，他也许认为马里奥和我们都是警察，是一伙的。是的，我查过了。其实之前局里确实有接到过兰雅失踪的报警，但是
但是因为那是匿名的报警，所以大家也就没有理会。你又来了，你查出来了，但你就是不说。对不起啊，有件事情我也忘了说。刚才在你们审那个坏蛋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其实吸食海洛因不光对人类有害，对昆虫的生长和发育也会有影响。金陵的师傅给我讲过一个在国内的案例，一个死者因为吸食了过量的海洛因死在了家里。当他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身上已经布满了棕尾鞭麻蝇。法医昆虫学专家按照惯例培养棕尾鞭麻蝇的驱虫，但倒推出来的死亡时间与实际却不符。后来经过深入研究表明，是死者体内的海洛因影响到了寄生的棕尾鞭麻蝇的生长和发育，整整的让死亡时间提前了29个小时。你是在怀疑法医昆虫学实验室的实验驱虫被喂食过海洛因，所以实验报告的结果比你估计的提前了1天。我也是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具体的可能需要调一下实验样本重新检验，再看一下。那我是要打给经理。不接。警长，金陵不会有危险吧？如果兰雅是马里奥杀的，那素潘和宗拉维蒙应该也是他杀的。那金陵，警长，我得去找他。等一下，你去定位一下金陵的手机，快去。好。喂，金陵。喂，金陵，你还好吗？我挺好的呀，你呢？我也挺好的。马里奥呢？在啊，你找他吗？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他在丽营区啊，要我叫他吗？没事儿，见面再说吧。我晚上去接你下班。这么好啊，那我就给你个机会，晚上见。晚上见。也是啊，马里奥，他右脚是有小脚趾的。我晚上跟你一块去吧，我也争取尽快到实验室拿到样本。警长，兰雅家的搜查令下来了。早就该来了。走吧，走。经理，哎，跟我出去一趟。是国泰国那边的警局刚来电话，应该是15年前的那具焦尸有了结果。哦，好，我换个衣服，马上过来。车上等你。根据昆虫协会提供的线索，兰雅已经失踪10天了，死亡时间不管是6天或是7天，凶手都已经折磨兰雅好几天了。真是个变态恶魔。果然是专业人士啊！不然你以为昆虫学就是玩虫子啊？这是什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白女巫夜蛾的翅膀。白女巫夜蛾？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蛾，而且十分珍贵。不知道为什么被主人给烧了，按理来说应该是舍不得烧的。这瓶子我好像在哪见过。
这是便携毒瓶，一般研究昆虫的实验室都有。毒瓶？这种便携毒瓶分为2种，一种是潮解性毒瓶，一种是挥发性毒瓶。这一瓶就是潮解性毒瓶。潮解性毒瓶里面有剧毒的氰化物，非常危险，只有对取证要求特别高的专业特许实验室才会有，比如说法医昆虫学实验室。而且这种毒瓶都是登记在案的，你看这儿 ，CAL 应该就是丽莹，45应该就是编号。这就对了，我在精灵实验室见到就是这种瓶子。别动，小心有毒。是，逗我玩呢？这些便携潮解瓶里面装都有氰化物，都是标好号登了记的。那为什么会在莱雅这里？像莱雅所在的昆虫学会这类一般学术类的昆虫研究所，或者是昆虫民间组织，按理说应该使用的是挥发性毒瓶，应该不可能有这种潮解性毒瓶。我给精灵拍了照片，问他就知道了。哎，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一下他们的实验室，我给精灵打个电话。怎么了？精灵跟我说，他和马里奥去素可泰府下面的一个警局，说15年前玉教授有线索。你给精灵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打不通啊！边走边打，咱们先实验室。得，通知局里，马上定位精灵的手机，让卡通知离实验室最近的警站，让他们马上派人过去。控制现场所有的物证，快 ！OK。什么情况？我明明看到这小子右脚上是有小脚趾的，难道是我们凶手画像画错了吗？有没有可能是他给自己配了一个假的小脚趾呢？有没有入职体检啊？得，马上把马里奥从小到大所有的体检报告都给我找来。好。还有，先打给局里协调素可泰府警局，全境搜索马里奥的车。是。警长，找到马里奥的家了，发给我。好，派几个兄弟过去警戒封锁。好，我们也过去。听你的，得。导航马里奥家，让卡他们在马里奥和精灵的实验室重点排查在兰雅家发现的实验样品。我倒是要看看马里奥是不是那么聪明。警长，在前面左转。我去后备箱拿点东西。所有的化工厂、水泥厂、橡胶厂，凡是有大型蓄水设备的地方都给我查。
你不是一直都很想知道那具礁尸是谁吗？本来我以为她是我的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是我的养母。记得我7岁的那年夏天，他突然开始摸上了我的床。我知道那是不正常的，我想要拒绝。怪不得我妈不见了，原来她是个女巫，她偷走了我妈。她偷走了我妈，她偷走了我妈。我想要杀了她，我想要为我妈报仇。后来我找到了一本专门教我怎么杀女巫的书。马良，你到底把我母亲藏在了哪里？告诉我，我会给你东西吃。我把那个偷走我妈的女巫给杀了，但是我妈并没有回来。从此之后，我不敢接近任何人，生怕你们都会把他们给偷走。直到我遇上了中拉维摩，她长得好像我妈，好美，好美。我爱上了她，跟她在一起的日子
真的很美好。我以为你们放过了我，可是没有。你们不但偷走了他，还偷走了书本，偷走了蓝牙，现在还偷走了精灵。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你们为什么可以放过我？什么？精灵在哪里？精灵在哪里？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刚发现一个不久前才废弃的水泥厂，那儿有一个大水罐，位置就在你们西南方7公里的沙勒旺镇上。定位我已经发给德了，我们继续搜其他地方。人呢？他们人呢？接着跟我走，走。你到底把精灵藏到哪儿了？不说的话，就让你喝水。 不停地喝水！我就是精灵，你这个疯子，这个变态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到底说不说？举起手来！这里啊！许天，马里奥，把精灵放下来，不然我会开枪的。放了他！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他不是精灵，他是女巫。我在帮你们抓了他，我在帮你们。你们现在要我放了他？
你们到底是不是为民除害的警察呀？少废话！快放他下来，不然我就开枪了。开啊！开啊！往这里开，一枪打爆这个火油桶，把它烧了，省得我点火。马里奥，马里奥，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她是精灵啊！她不是女巫，她是精灵。她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她不是精灵，她是女巫。她在欺骗我们，她把精灵藏起来了。我在审问她，你们看不出来吗？我再说一次。她不是精灵，她是女巫。她不是，她是。马里奥，闭嘴！好，你们说她是精灵，不是女巫，证明给我看。如果可以证明她是精灵，我就把她放下来。要是不能，我必须把她给烧了。来啊，证明给我看呢！你们无法证明，因为她根本就不是精灵，她就是女巫。我可以证明啊！怎么证明？你们别过来，别动！你把他放下来，我替他。替他？为什么？因为她不是女巫，她是我的爱人，她是精灵。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这个可怜虫，你知道什么？你把它放下来。为什么？为什么？把它放下来！我就证明给你们看，她就是个女巫。你为什么帮女巫？为什么帮女巫？放手！放手！没事了，没事了，姐。别看我！还不快去放绳子，快！没事了，没事。等一下，看到你两张，我还真的相信爱情了。请问你都经历了些什么？走吧。小心哦。
这位就是那具15年的焦尸本人。嗯，也就是马里奥的养母，也就是这个人。景天，你有印象吗？嗯，马里奥房间里的油画。对，也就是因为这幅油画，让我们比对出这个女人的照片，也知道了她以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个女人确实失踪了15年，但更奇怪的是，这15年一直都没有人报案。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马里奥小年纪就可以这样残忍地杀害他的养母，然后一直貌似正常的生活着，直到15年之后开始杀人，这一杀就是3个人，差点就成4个了。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幸亏你那么勇敢。景天，你可真会聊天。难道不是吗？是呀，当然是啊。哎，对了，德怎么没来啊？哦，德啊，他去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培训去了。哦，回到刚才景天的问题吧。从马里奥的养母，到宗拉维蒙，到素潘，到兰雅，都被马里奥当成是女巫折磨并杀害的，也包括精灵。从那个废弃的砖厂的情景，我们也都亲眼看见了。我们和专家会诊了一下，马里奥他应该是患上了一种怪异的精神疾病，叫卡普格拉综合症。这种病也被称为冒充者综合症，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目前的研究表明，是由于视觉信息从梭状回到杏仁核到边缘系统的线路受损而产生的。有这种病的人有一种情况，会觉得自己的爱人被一个具有同样外貌特征的人所取代了。这种患者常伴着严重的暴力倾向。那也就是说，当他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反倒觉得这个人不再是他的爱人了，并因此伤害他。应该是，这种病很罕见，现在也没有深入的研究。怪不得他说为什么他爱上的人都变成了女巫。那天在砖厂，他对我说过，他杀害他的养母之后，很久都不敢亲近别的女人，生怕女巫会找上他。直到15年之后，他遇上了宗拉维蒙，并爱上了他。怎么了？哎，你们觉得这几位女性，包括金玲，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啊？都很漂亮，也包括金玲。没错，并且都是高个子、鹅蛋脸、长发披肩。你是说，都像马里奥的养母？那就是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童年的阴影，包括后来得上了卡普德拉综合症。那难道就因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吗？目前他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诊，如果是的话，他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他的一生。哦，对了，我们在马里奥的大学找到了他的体检报告，他的右脚确实没有小脚趾，但他为了让他自己走路平衡，他做了一个假脚趾。那我明白了，那次他突然给我放假，就是因为他担心我会通过法医人类学的相关途径找出那具15年前焦尸的真相，所以他让我离开，好转移这具焦尸。这次又以这具焦尸为由把我骗了出去。应该是我那天用椅子砸了他的小脚趾，这举动惊动了他。哦不，应该是他确实爱上了精灵。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感谢马里奥给你这个假期。是的，我们还救出了巴斯。最主要的是加深了我们的感情，也更让我相信了爱情。是我们对不起裴林婉，
要是我们早点重视到他的报案就好，也许他就不会死。也许我们还能早点抓到马里奥。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到警局报案呢？他会以吸毒者的身份被抓起来，这样他就更没有机会找到蓝雅。从监控视频上看，也许在他眼里，你和我，包括警察，都和马里奥是一伙的，所以他才会绝望到用那么惨烈的方式来针对马里奥。爱情，才是伟大的爱情。今天是个光荣的日子，由于瓦拉里洛警长能够成功侦破多起案件，特授予最优秀警司荣誉称号。瓦拉里洛皇家警长出列，接受荣誉。哎，阿姨怎么样？挺好的。哎，你这算是在铺垫吗？没有，我是真的关心她呀。那你这大老远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个呀？问你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对吧？明白，你是准备当上门女婿了呗？荣幸支持。景天，你真的变了，变得越来越会聊天了。我不是会聊天，只是敢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觉得你也变了。我怎么变了？我觉得来到这里之后，你变得越发没有底线的理解我、包容我、鼓励我，甚至是保护我。这些我都知道，我也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有一段时间里，我惧怕真相。我觉得真相在我面前就是无尽的深渊，我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因为畏惧真相而畏惧生活，甚至惧怕和你在一起。不过幸亏有你在，有你陪着我一点一点走出来，一点一点变得强大起来，让我不再惧怕。首先就是不再畏惧跟你在一起，因为我坚定地相信我可以保护好你。有我在，无论是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会让你受到伤害。我一直坚信。还有就是，别说话，吻我。怎么我能到
不好意思啊，真莲，又有新的案子了，给你借几天用一下。没办法，有正事儿，你去吧。同志记住注意安全啊。嗯，好了。他到底是你男朋友还是我男朋友啊？他是马里奥。马里奥，该吃糖啦。张嘴。来，张。咽下去。